我觉得我们的文化过度推崇容忍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是我们的懒惰。我看到好多文人的房间里挂着"难得糊涂"这4个字，然后我看到网络上好多人说认真就输了这5个字。我看到好多婆婆劝他们的媳妇说进了婚姻就睁一眼闭一眼吧。我全部都不喜欢这些态度。还有那些小朋友说人间不值得。我刚好就在今天上场前跟李诞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曾经尊重过的创作者，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不再创作，因为他们不再跟他们的人生闹别扭。我觉得好可惜，就是每一个人最后都变豁达了。我们的文化那么推崇容忍、宽容、包容、智慧，最后每一个人都活成了一个大佛，然后该画画的不画画，该做音乐的不做音乐，该写小说的不写小说，全部都变成了盘腿坐在那边变神仙。我觉得我们对容忍的过度推崇，使得我们对好多事情变冷淡。什么叫做容忍？就是装没事，让它过去。你知道那个代价是什么？你装一次没有事，它会过去，然后第2次你就更提不起劲儿来，要找茬，你就会想说：我上一次不都忍过去了吗？这次有比上次严重吗？没有啊，那这次干嘛不就再让它过去呢？你让一件事情过去3次，你就再也没有兴趣去追究它了。夫妻为什么变冷淡？因为互相不想再追究了，就觉得活着无非如此而已，人间不值得。所以，我们这么推崇容忍干什么？是要每个人都出家，最后变唐僧吗？就你有什么忍不住的，就不要忍。那个显露是我们对生命的热情，不只是婚姻如此。我跟大家讲，我们活着都得这样子。你不跟自己闹别扭，你最后什么东西都不在意，你就觉得我人生没有完成的事情，就推给孩子吧。我没有考到我喜欢的学校，孩子考到就好。我没有去到我喜欢的地方旅行，孩子能去就好。你什么都推给他们，他们再推给他的孩子，哪一天这个愿望能够实现？为什么要一直容忍这些我们不该容忍的事情，而让它变成了一个最后我们冷淡地看待我们的生命？所以从这一题开始，到整个对待容忍的态度，我都会建议大家，容忍不是最高境界，容忍会导致我们不在意，而不在意最后会使我们失去活着的滋味。谢谢。你是反方立场哎？对，我也很奇怪，我为什么是反方立场？我就是接着那个如今的那个话说吧。如今刚说了一句什么，婚姻之中是，小事不要忍，大事要忍啊。我可能比他更悲观一点吧。我觉得婚姻之中是小事要忍，大事不得不忍。他不是你要忍，你怎么这么自信？就是他妈就是不喜欢你，你还要忍，就是不是你要的，就是你就得忍着，啊，很惨的。这种喜欢不喜欢还再说的惨一点，生病对不对？婚姻之中你们2口子，他就得了绝症，你就得忍啊，这不是你要不要忍，就得忍着。更奇怪的是，你离婚都要让你冷静几个月，这个事儿你也得忍着，你还就是他不得不忍，他不是说你要不要的事情，你就感觉你婚姻跟你没什么关系了，你完全失去了对人生的掌控感，非常无力，就是在这个婚姻之中你没有主动权了，好像事情都是你不得不忍的，突然出现了一个开小差的事情，是吧？一对夫妻很欣喜，如获至宝。哎呀，终于可以，好像我可以改变一些什么了，好像我对这个婚姻又有主动权了。2个人就着这个小事吵一吵，你们这个婚姻还显得有活力吗？人生就是制造小麻烦，躲避真正的大麻烦嘛，就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已经基本上把立场加上对方加上双方加上二排基本都说完了，但是今天整场辩论里面，我最触动的那点是菲菲起来，她说为什么？她说最近世界好像很奇怪，她说大家都爱用简单的评判是非去表达自己的办法，我被她那句话给扎到了。我回头看过我们这道题目，叫做“伴侣在婚姻中开小差，要不要容忍他？”你知道，关于“开小差”这3个字，我们纠结了很久。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更黑或者更白的词儿去开一条辩论，也许会让双方打得更加激烈。但为什么留下了一个开小差这么一个模糊地带？这个世界上往往是灰色地带，才有机会让你去看到黑的和白的两边各自的立场。今天我们在网络媒体上特别容易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做一个简单的道德评判。最近好多企业出事儿了，好多企业家出事儿了，好多艺人出事儿了。天底下有那么多事儿，每星期2条的速度在往前更新，而你会发现，大家在一个简单的道德评判里面，可能宣泄了自己的某种需求。就是跑到这个微博下面骂一顿，或者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去表达一下立场，然后都把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推到了另外一个决绝的立场当中去。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容易，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是成本最低的方式，因为我不用负什么责任。那什么是成本高的方式？什么是劳神费力的方式？是多看一看，多了解一些情况，多想想，和做出一个更加全面一点的评论。不要去做那些最简单的道德评判，只是因为那容易。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愿意把所有的题目都放在一个灰色的空间里面，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讨论一点吧。这是我老婆，多年情场摸爬滚打，终于走进了我梦寐以求的婚姻生活。3年过去了，虽然少了点激情，但是我觉得平平淡淡才是真。我老婆真好看。大半夜的，谁呀？David 是谁？这个点给你发这种暧昧消息，你们什么关系啊？倒也没什么实锤，那也太暧昧了吧？这可不行啊！哦，我说你最近为什么一直加班？是不是都和这个 David 在一起？David 啊，你说我今天开会说的对吗？你说什么都对。谢谢。嘿，大王，我叫的车，我顺路送你回家吧。好呀。Oh my god， 他厌倦我了，他对我不耐烦了，他在我们的婚姻里开小差。还好我今天发现了，他这就是在出轨的边缘大鹏展翅，灭火要及时，防患于未然。我的婚姻杜绝开小差。你现在就给我起来说清楚。等一下。退一万步讲，就算他在婚姻里偶尔开了小差，也是人之常情。婚姻嘛，本来就是一场马拉松，疲惫在所难免。只要没有真正干什么出格的事儿，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哎呀，大家都活得轻松点不好吗？可我还是好纠结呀！我到底应该怎么做？伴侣在婚姻中开小差，我要不要容忍他呢？好，题目出来，伴侣在婚姻中开小差，我要不要容忍他？我们全场观众来红蓝键来做自己的选择，容忍按红键，不容忍按蓝键，请按键。5、4、3、2、1。好，56比44，这样我们一会儿从反方开始啊。贝拉来选一选这个题目，你会选哪个立场？不容忍。不容忍。一般就完全不能容忍，就是受过伤害嘛。你是要问谁？你看我的意思是，我不敢直视他，你知道吗？那我替你把目光再反弹，对吗？我爸爸来推他的塔。
为什么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应该要尊重对方。嗯，对，就算是开小差儿也不应该的。但是他不是出轨，就是我活动心眼儿。对，心眼儿都是。OK， 这些男人不要就算。遇到过这样的男人吗？我不告诉你。你看，该这样问问题。你也没有得到答案的。啊，徐教授太好了。徐教授，你要学学康永哥怎么样才能问出答案。来，杨若诗，你当妈妈的年纪跟你想象中当妈妈的年纪早还是晚早？19差不多就可以当妈妈了。是。那如果遇到最爱的男人是生再多的小孩，你都会很高兴吗？我是觉得值得的。我从小我就想，如果我遇到我最爱的男人，我是这样的，可以这样，是也不后悔。不后悔。薛教授，这才叫做答案。我问答案来了。她是那种决绝，做什么事都不会后悔的那种，是那款女神，是吧？是。所以她不能允许婚姻中的人开小差。可以。薛教授呢？可以啊，我觉得。你这坏男人！薛教授，你会允许自己开小差吗？允许。给我拿去。蛋兄呢？那我就不容忍啊！好男人，哎，对，给你个赞。您是不了解我。李诞是反方立场，那康永哥呢？啊，我刚才骂过薛教授，我现在我只好反方。因为你要不然你立正方，他就要指着你鼻子说坏男人呢。对啊，这怎么受得了了？不是每个男人都有这个机会，被女神指着鼻子说你是个坏男人。他们，你就这样，既然那个教授想得此殊荣，我们就通通反对好了。啊，我们正反双方一共6位选手，正方容忍，反方不容忍。这道题其实咱们是有优势的。对啊，我跟你都结过婚，是不是？我也结过婚，我还离过婚呢。他们好像3个人都没有结过婚，没有婚姻经验。对他们恋爱经验都少。恋爱经验都少。这一题如果我们输了，我们这个婚都白结了。这道题我们赢的几率应该是有70%的胜率。我觉得，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对，我们就是我看人家队赢了，还保持这种非常谦逊的微笑，眼神中透露出对对手的惋惜与尊重。我们完全忘了这件事儿了。对，当时就是那个嘴角上扬，有点哭不出来。哎，怎么响了？这怎么响了？哎，我们回备战年会，走，快！我连狗子都还没写好，我跟学长一直在逃避这一题。我们最头疼的就是那个开小差，尤其最后一天还是碰到了一个自己之前预期就是最强的队伍。我们只剩4个人了，再淘汰一个人就是3个人。容忍它是一个 ing， 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为什么想这么复杂，让人觉得还要想半天的东西呢？能讲简单一点吗？压力也很大。你们也是这么难才成为王的吗？我还好，对。我就知道你要讲这种话。我觉得修球就很轻松就做王了，我怎么成王之路这么难啊？这便是欧阳超，来。什么是开小差？我上学时有一次灵魂出窍，飘到了女生寝室楼下，发现我真身也在。
开小差就是灵魂出窍，肉体走失。所以，如果你的伴侣开小差，你也会失去安全感。比如你伴侣七夕节突然消失了，任你打电话发微信他都不回，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懂礼貌。我们生活中碰到不懂礼貌的人，很少忍他的。比如说我前几天坐高铁，旁边坐了个小孩抱着个妇女，坐了个妇女抱着个小孩。我在休息，小朋友就一直戳我头，就怕。他妈妈说别戳叔叔的头，脏。小朋友要拿我苹果，哎，别拿叔叔苹果，有毒。我就没忍啊，我就拿起苹果来。发现了吗？我们对陌生人不礼貌都不会容忍，为什么对伴侣不礼貌就得容忍？你前面忍一时都忍不住，现在等忍一世，怎么忍啊？我们又不是忍者神龟。为什么？你忍，你的气是不会消失的，不会凭空消失，它只能转移。你不对伴侣发泄，你忍了伴侣，就容易向其他对象发泄。儿子，你干嘛做作业？因为我想拿满分。拿什么满分？旺财，你干嘛吃狗粮？因为我是狗啊。狗眼看人低。孩子做错了什么？旺财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你不向该发泄的人发泄，而对着这个小生灵去伤及无辜？还有一个放生的动作。真的是放狗啊！第二，什么是容忍？容忍是一个动词，而且它是持续性的动词，要加 ing 的，所以它对应的开小差也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个持续性的习惯。美国婚姻专家 John Gottman 在著作《Marriage Forecasting》当中指出，在情感及心理上疏远伴侣是对婚姻最具破坏性的习惯，而开小差正是这样一种习惯。如果你忍了，长此以往，水滴石穿，可能会导致离婚，而离婚是会上瘾的。因为科学家做过统计，发现所有第二次申请离婚的人当中，之前离过婚的占100%。什么鬼？什么鬼？好有逻辑啊！你的容忍，就是将伴侣从自私的人变成吞噬婚姻的兽。我没结过婚，也没有离过婚，但是我在派出所工作时接触了一些家暴案件，都是源自于丈夫开小差，在外花天酒地，而妻子沉默隐忍。渐渐的，丈夫越来越飞扬跋扈，对妻子越来越漠视，直至伸出猪蹄葬送婚姻。这时对面又会说：“哎呀，你干嘛要忍这么久呢？应该早点跟他沟通的嘛。”这种事后诸葛亮，就好比你上完厕所冲水，水溅了你一脸，你走到厕所门背后才看到门背后写着“当心，水可能溅你一脸”。同志们，让我们铭记哲学家爱尔兰啊，爱尔兰哲学家的名言：“The only thing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for good men to do nothing。若善人不行，则邪恶当道。”啊，没了。虽然也没听懂他说什么，但是很有趣啊，很有趣啊。来，正方一辩。首先，我要对超哥说2个点。第一，你上课跑去女生宿舍，这叫逃学，幸好你没被薇薇姐发现。
啊不，幸好你没被教导主任发现，否则你要记过。第二，花天酒地都能算开小差，这叫出轨。如果你觉得这叫开小差，那我送你3个字：坏男人。然后，是的，我没有结过婚，但是你们不要以为我没有感受。你们知道一个全心全意爱你，1秒钟都不走神的人像谁吗？你妈？像我妈。小时候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我妈要去美容院了，因为她开个小差，我也能打会儿游戏。如果现在我还要找一个像我妈这样的伴侣，我何必呢？你们知道这样的伴侣还像谁吗？像我班主任。小时候我一开小差，我班主任就打电话给我妈，我妈就打电话给我爸，我爸就打我。这2个人共同的特征，就是比警察叔叔还关心我的私生活，除了想控制我的肉体，还想控制我的灵魂。什么叫开小差？不就是做白日梦吗？我最讨厌的就是伴侣之间管来管去，谈个恋爱斗智斗勇，爱到最后互相伤害，日子过得像猫和老鼠，一点都不浪漫。如果连个小差都不能开了，这种零容忍的爱情和坐牢有什么区别？婚姻是爱情的结晶，不是通向奴隶制的捷径。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但如果你想控制这种想法，需要遏制。开小差只是一种抒压方式，行动才说明了一切。我女朋友追星的时候，她就躺在我的旁边，看着另外一个男人，边看边笑，边笑边叫老公。你以为我不气吗？我气，我气着气着就气睡着了。但第2天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旁边摆着做好了的早餐还有豆浆。这个时候我又想，哼，吴亦凡有早餐吃吗？他没有，我有。所以你发现没有，当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对方的好，那些开不开小差就被我们忽略了。什么是好的爱情？它不是不犯错的100分的爱情，它是当我们开了小差，减了分之后，我们会更努力的在其他地方把这些分加回来，因为爱在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是想法上的一朝一夕。爱不是说出来的，爱是做出来的。对了，他们2个人现在你都很了解了。从内涵的角度来讲，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原因是不允许开车，就是他的立场导致你喜欢他。我都是很坚持、有原则的人，我是不容许点的开小差都不会，一点都不行哦。来，2位来到开杠台前，从欧阳超开始啊，每人只有45秒时间啊，计时开始。对方观点荒谬的就像因为熨不平长裤就拿起菜刀把它剁成了内裤。你说容忍，爱是克制，忍到没有婚姻了，你去爱谁？那如果沟通了之后他不改，你忍不忍？沟通了能不能改，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沟通是第一要素。另外，我想问你一下，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第2条是什么？公民道德基本规范这个我不太懂，但我知道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包括了容忍。对，有容忍。那么我先说一下，第2条是明理诚信。婚姻跟爱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诚信啊！开小差就是不诚信的表现。开小差不是不诚信，小差不是我刻意开的，它是一种人性的缺点。我开小差不藏着掖着，让你发现，这才叫诚信。啊，谢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们2个在这开杠，我老有一种不管谁先动手都是正当防卫的感觉。来，请坐，请坐，请坐。欧阳超的招太邪了，公民什么第2条基本缺德，真是。啊，1遍的跑票数是反方获得了16票。完了 ，rapper 有危险哎。
但是他们只要赢了就没什么问题啊。看首尔跟菲菲顶不顶得住了。来，我们现在从2边开始。不是，我对面是首尔姐，我是想跪下。好了啊，刚才其实未来星说了特别多开小差的好处，我方全部都承认。所以我们要看的是到底是容忍能更好玩，还是不容忍能更好玩。容忍是什么？容忍是我明明不喜欢，我明明很生气，却假装不 care。所以容忍除了把悲伤留给自己，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都没有。可是反观不容忍，不容忍就是搞事情。比如说第一招叫做我可以通过不容忍来要补偿。我也没有结过婚，但我一直生活在我父母的婚姻之中。我爸呢，他是一个就是很喜欢跟朋友喝酒聊天的人，东北人嘛。那每次喝完酒就喝醉回家，我妈就很不高兴。那时间长了，我妈就想这一招，怎么办呢？就我爸每次回到家一开门，我妈就叫我出来，让我爸哈一口气，让我闻全人工酒精检测仪，然后根据被酒精熏晕的程度来罚款，以100元人民币起跳。这样一来，我妈的气儿，酒量就练出来了，是吧？这样一来呢，我妈的气儿她就消了。我爸呢也知道喝醉酒这件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不容忍是干嘛？不容忍是给我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出口，也给对方一次和解的机会。再来，还有第二招叫什么？我们可以玩坦白局，这是个真事儿。就我跟我男朋友2个去逛街，我就看着他那个眼神，跟着一个身材火爆的女生就走了。不是我就纳了闷了，我说我是哪里不够好吗？我当时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为什么看他不看我？他没有犹豫，他当时就跟我讲说，他说，其实我觉得那件衣服你穿应该更好看。这是这碰到坏人了。所以啊，大家发现了吗？真正让我们感到不安的，很有可能不是行为本身，而是行为背后的动机。可是如果当时我不问，我告诉自己不在意，算了吧，我就永远都不会知道它背后的答案。我完全可以预想到，一会儿首尔姐站起来会讲非常多生动鲜活、鲜血淋漓的例子。我也会知道菲菲老师一会儿会讲很多她很酷的人生。但是各位，大家在拍手叫好以后想一想，他们的经历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独一无二，所以那是他们的人生，可是未必是我们的未来。我也在想我婚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我也想有朝一日像对面的2位老师一样跟大家分享。但是我唯独有一点不希望，就是有一天容忍成为了我婚姻当中的教养。我说伴侣开小差是说我们的感情当中出现了一段空白，我知道也许我终其一生就没有办法填满这些空白，也像未来星说的，有些空白压根就不需要填满。但是我想用我的行动告诉你，我不会坐视不理。我也愿意有一天，如果我在开小差，我的伴侣会敲敲我的头说，哎呦，这样不行哦。来，正方2边。我为什么要给自己鼓掌？婚姻里最好的教养就是容忍。我也想要一个不开小差的伴侣，一个不开小差的伴侣多好呀！他们心无杂念，坐怀不乱，眼见色，不起心，不动念。有这样的人吗？有，唐僧。这不就是人生的难处吗？你想找个出家人，但是他们不结婚，他们要去取经。能跟你天雷地火搞昏了头去领证的都是俗人，得多俗的2人才会结婚啊！结了婚你要求别人修行6根清净，怎么你以为自己是菩提吗？抱着你就顿悟了？还是以为自己是一本佛经，有了你就得到了呀？以后求婚就送马老师的木鱼，敲敲敲敲敲，1颗断成念。婚姻也不再是爱情的坟墓，它是爱情的澡堂子，进去冲一下你就干净了，这不是扯吗？我们不能以得道高僧的标准来要求伴侣，人被我们占有了，小差你要允许别人开，因为你不允许，他们也会开。你不容忍怎么办？1哭2闹3上吊吗？妇女朋友们，这里我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了，伴侣不只是朋友，也是敌人，不能不防。
但是命只有一条，要用在刀刃上，调要在最关键的时候上啊！开个小差你就要死要活的，那你说，你这么容易亮出自己的底牌，他要真要有点什么，那你怎么办呢？是不是？这是第一点啊，我觉得就是在战略层面上，我觉得要容忍。第二点，回到我们说开小差这件事的本质，我觉得它没有那么恶劣，可以理解。我必须要强调一下，什么是开小差？首先不能开房，开了那叫出差。第二，不能买包，买了那叫包养。我们现在谈的是婚姻，好不好？人和银行卡都在你手里，对你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有什么不能忍的呢？你们就是没有亲自结过婚。这个结过婚的人都知道，这件事真的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我已经，我已经结婚10年了。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夫妻俩之间看长了真的会晕脸，就像在一条没有尽头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我们需要参照物，我们需要视觉冲击。就是比如我喜欢看韩剧啊，看一部换一个老公，这就叫开小差吧。但这是精神出轨吗？我不承认，我倒是想，但是老公们并不知道我是谁。说的好像他们知道了就会发生什么的一样，然后你们就会说了，不要搞虚的，实在一点，有本事说个活人，好的嘛。我们第5季有一个熊浩老师，师奶杀手，大家都知道吧？哇，我第一次听他打辩论，哇，世界上有这么好听的声音。你根本不是孤母，你一点都不孤单。天哪！好想哭，起鸡皮疙瘩，腿发软，这开小差了吧？那几天对他的笑容真的是特别轻浮。然后好不容易说上话了，他说：“你好，富妈。”这个称呼的本质跟阿姨有什么区别吗？我告诉你们，就大妈、阿姨、二婶这种称呼可以扑灭一切火苗，我瞬间就端庄了起来。你看，一个小差开得这么短，迅雷不及掩耳，还没轮到伴侣容忍就草草结束了。我老公赢得多么轻松！我想说明什么呢？就是我想说明的就是说，我们要对自己的伴侣有信心。开小差就是开小差，不要跟出轨联系在一起。能出差的早都发车了，不能出差的，要么就是没有差旅费，要么就是恋家，躺在你怀里胡思乱想，你有什么不能忍的呀？真绿了你也只能节哀顺变。第3点啊，就是我认为忠诚是一种自我约束，它不是你管出来的。婚姻是什么？是2个人约好了一起去远方，上了车发现他上当了，互相要当服务员。一路上风景好得不得了，你为了不让他看风景，就把车窗全部拉起来。他玩手机，你说别玩我；他看女人，你说别看我。然后他跟隔壁桌女的说几句话，你说别聊了，再聊我就跳车了。你对注意力集中的要求真的有点高，但是集中来干嘛呢？大眼瞪小眼熬鹰吗？看谁先把谁熬死。这不是好的婚姻啊！好的婚姻是你在心里做好了准备。他有随时下车的权利，但他一直没有走。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是他被五花大绑没办法下车，证明他爱你，还是他看了一路风景不舍得下车，更能证明他爱你？哇！高级！婚姻是一种选择，最可贵的不是我们曾经在众多选择中选择了彼此，而是无论过多久，我们在众多选择中仍然会选择彼此。杨楠女士有几句话，基本上就是我的婚姻观。她说，在婚姻里，不只有爱，还有肝胆相照的义气、不离不弃的默契和刻骨铭心的恩情。婚姻里的爱是非常复杂的，一会儿呢，久经情场、红尘里打滚的张宏伟老师会给大家传道。我在这里就简单的说，我认为需要比爱更重要。结婚是因为相互需要，没离是因为不停的相互需要。他有多需要你，就会有多自律。所以不要管，要容，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一直被需要的人，提高背叛的门槛，抓大放小，才能幸福到老。谢谢大家。漂亮！他的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层出不穷，但是像个永动机一样。他打情感题，就像情感题的恶魔一样。来，2位请到开杠台来，加油！加油，首尔加油！好，每人只有45秒。
芬儿姐，今天我不容忍，可不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我可不可以做交换？婚姻里最怕的就是交易感。不是交易感，我可不可以说今天你玩游戏有点没有陪我，可不可以那个假期的时候陪我逛个街？如果我都容忍下来了，他压根都不知道我看到这件事情，我们还有沟通的渠道吗？可是开小差其实是一个很短的行为，一念之间。如果你老是发现他开小差，说明你对你的伴侣过于注意力集中。我都不看他，怎么能说我爱他？但是爱不是盯着一个人，那是坐牢。你不是警察，你老公不是罪犯。我觉得你啊，就是太过于关注你伴侣的生活，所以你总是能够发现他开小差。我就没有发现过，因为我根本不 care， 我把我的时间都放在了我的工作上。真正的不 care 不会说容忍。啥叫容忍？就是我明明很在乎，却装不在乎。水纳百川，那是水容忍万物吗？不是。哎，这个点好。我跟你说啊，你在乎你的伴侣，但是你也不能把他当成囚犯来看管。我告诉你一句话，赵帅，婚姻里需要近视眼。如果你是火眼金睛，你就不要结婚。好，双方时间到，谢谢。目前2遍过后，正方跑票数获得了32票，72比28。哇哦！开杠拉回来将近10来票。对对对。来，反方3遍。试水温，太烫了，再上来。下去发现好像太矮了。我特别能理解他的那种他的慌张啊，比如包括他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来这种，其实就是那个心态在那边作怪嘛。他如果真的轻松，就不至于那样。我已经连输了3场，这是第4场了。如果这一场还输了，就是很糟心。其实我知道肯定会在开小差这个定义上面会有一点争执，我们让开小差就是小事儿。就是分心嘛，一种下意识的分心，看图也好，怎么样好，全包，全是开小差。但你们以为分心是没有问题的吗？世界上最著名的爱情故事，就是因为分心而导致。什么故事？泰坦尼克。谁分心了？那个驾驶员分心了，他撞上了冰山。最伟大的爱情故事就这样没了。哎，这段玩笑垮了。可以，没垮。来，我们看回这个题目啊，忍到底难不难啊？容忍，说难不难，说容易不容易。你让我现在忍着不上厕所，忍一时好像还可以啊，就有个屁想憋着一下，忍一时也可以啊。忍一世，你试试看。忍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它是有时间线的，你必须告诉他多久他才可以忍。忍一时，我们说它叫风平浪静，但忍一世呢，全靠命硬了。但今天这个辩题是什么？如果你是一时的伴侣，我可以忍你；但是你是一世的伴侣的时候，我怎么忍？再来第2，我们看看啊，容忍。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3个会拿这个词方。一个每天都在说圣女果到底是不是番茄都要跟人家吵半天的人，跟我说他要容忍，一个 rapper， 对吧？什么东西都可以直说的人要容忍。另外一个搞摇滚的更不用说了，我觉得他们就是为了打今天辩题，违反自己的人生哲学。很多容忍都是假的，大部分的容忍都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办。就像我前几天去看牙医，我牙很疼，然后医生看了半天说，哎，我觉得你的牙没有什么问题。我说那怎么办呢？我很疼啊。他说这就有趣了，那你1个月回来，我们再复诊检查看看。我说那这1个月怎么办呢？他说忍一忍呗。在牙医还没有找到任何的办法之前，我只能忍。这不是我想忍，是因为我还不知道怎么办。潇潇每天都来纠缠我，我很想反击他，但是我还没有找到办法，所以我容忍他。但是我有一天找到办法，我一定会治你的。他在哪里？所以很多容忍其实是假的，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方法。第2种容忍是什么？它不是忍，它是在等。就像菲菲老师说的嘛，女朋友跟你吵架的时候，不会告诉你一个时间点，她是哪一条时间线跟你吵的。为什么她会有一条时间线呢？因为每一次她容忍你的时候，她都会记在她的小本本上面。10月2号，菲菲看了隔壁的女的一个大腿。
10月3号他下雨了，跟前台借了雨伞，前台的很美。吵架的时候怎么样？全都翻过来，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那天做过什么事情，你那天看了这个看了那个看了那个，他有忍吗？他压根就没有忍，他在干嘛？他在憋大招。那你说不管无论如何嘛，开小差就是小事，这么小的事情你不容忍，怎么可以呢？哇，差点掉下去。正因为开小差是小事，所以不需要容忍。夫妻关系里面有一个道理，叫小事不忍，大事忍。你看很多关系很好的老夫老妻，他们很喜欢吵架，但他们只拿鸡毛蒜皮的事情来吵架。为什么？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吵不散，再怎么吵还是鸡毛蒜皮的。像我妈，她不喜欢我爸乱丢袜子，她直接开骂，一点都不会容忍。但是我妈不喜欢她婆婆这件事，她从来不提。忍。小事不忍，大事忍。在容忍界里面的翘楚是谁呢？当然是越王勾践，是吧？对吧？人家是卧薪尝胆。但是我告诉你，勾践老师他撞到柜子的时候，他踩到脚的时候，他是没有忍的，他会骂干。为什么？小事不忍，大事忍。所以小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容忍他，跟他吵，发泄了，就不会有问题了。谢谢。我们其实打心底也觉得开小差这个小事，我们在想，要怎么把这个事情按我们心底觉得是小事的这个方向走。如果这块饼我们抢下来了，就是我们直接杀进他的战场跟他谈的话，赢的机会很高。颜如晶，你妈有答应你在节目里面把她讨厌婆婆的事说出来吗？为了比赛，我觉得这些小事她可以容忍。我觉得她的婆婆不一定想容忍。好，谢谢如晶，来正方3辩。第一次打3辩，我们队现在不能让青云一个人永远在后面，就是我跟手儿以后肯定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不管是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到更好，然后为下一轮做准备。我最担心的其实是菲菲，因为这是她第一次打3辩，我怕她把握不好最后的反驳尺度。欧阳超在说什么？我生人都不能忍，我为什么要忍熟人？欧阳超，我告诉你，你这辈子谁都不可以不忍，但是唯一你一个人你要容忍的就是你的爱人。这句话也同时送给如晶。然后他们也一说，我们不忍，我们要沟通。我就问你们跟他分手不分手？如果你跟他沟通完了，他改了，你俩没分手，算你忍了。你跟他沟通完了，他不改。然后呢？你能因为他看美女跟他分手吗？你不还是忍了吗？你只要不分手，你都是忍了呀。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6个人太像，一直在聊一些特别低水平的情感。哎呦，他看美女了，哎呦，他们俩会不会睡啊？哎呦，没准就睡了，会了就分了吧。是村口的大爷和大妈、大婶吗？这道题我们就一定要一直在这么低水平的在聊这些事儿吗？我觉得这道题是这样的，当我们在聊伴侣开小差，我们要不要原谅他？我们其实在聊的是，我们以什么样的高度和维度来看爱和婚姻。最近在网上我看到一个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事儿，就是梁咏琪有首歌叫《勇气》，那是梁静茹的。然后他在歌的中间有一段是那个女孩搂着那个骑自行车那个男的腰，那女孩说“我爱你”，那个男人说“其实我在纽约已经结婚了”。然后这首歌被现在网友扒出来说是一个少女勾引已婚渣男的故事，然后被批判说这是一首脏歌，这是一首小三儿歌。哎，我就很奇怪，我说现在为什么一个艺术作品要背负这么高的道德感呢？后来我在跟网友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远不止这首歌哦。我们很多人喜欢的美剧《六人行》《欲望都市》，乃至《乱世佳人》都有满屏的女人不要脸。哎，我说怎么了？现在大家对道德感怎么这么强烈呢？好，我这是想简短一点，我们不看这些了。那我说，那咱们看一个童话故事吧，咱们看个白雪公主与7个小矮人，好不好？也有人会说呀，一个女的跟7个男的共处一室住了那么久，脏。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就像未来星说的，
开小差是什么事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这么严肃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2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所有的年轻人判断对错或者判断情感的时候，变成了一种2元对立的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价值观。所有爱情中复杂性和多元化都被有意和无意的忽视了，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好像一夜之间，一个统一的道德观灌输到我们所有人的脑子里，一以贯之。这个时候，我们用道德竖起了一座高墙，两边生死两隔。你要不然就是谦君子，你要不然就是渣男，你要不然就是淑女，你要不然就是个荡妇。然后所有人给他们盖棺定论。所有爱中的复杂性、多样性，乃至各种边缘化的体验，都不能被这个社会理解。这才是我们沦落到今天要讨论，他只是开了个小差，我们要不要原谅他的原因。我同意高晓松说婚姻终将消亡，我同意，但是我同样认为我们的人类一生不断的给爱情、婚姻乃至我们的生命意义是我们的刚需，我们需要这个东西，需要它支撑我们活下去。所以，除了那些聊得那么脏的，哎呀，他看他大腿了，我要不要跟分手之后，婚姻有没有更高级别的、更高维度的意义？我相信是有的。我相信好的婚姻、更高维度的婚姻是一种互相的成全，是我们互相的成长，我们一起携手重新再次经历、再次认识什么是情，什么是爱，乃至什么是人生。这是我讲的最浅的一个点。下面我讲一个高的不得了的点。对，请大家认真听，因为我们一个清清白白的辩论队，后来被马老师让他们抢走了一个陈明，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要3遍。我好，这儿有什么耶鲁、哈佛大学的辩论队，让我一个初中毕业打3遍。我说好，那我要努力，我要读书，我要看深刻的书，我要看立意特别高远的书。所以，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就是老子的《道德经》。我认真的看了《道德经》，果不其然，就没有看懂。后来我就问一些有知识的朋友说：“哎，《道德经》没有看懂。”他说：“好。”他说：“其实有很多大家给《道德经》做了注释。”我就看了清代大家黄元吉给《道德经》的注释。他在解释《道德经》的时候，对于个人的修炼或者我自我约束有一个很好的比方。他说，每个人的一生，就像你内心住了一个小孩，他不停的有欲望想跑出去，你一次一次的让他回到你内心的最中间的地方。这就是修炼，这就是我们一生要做的自我约束。所以我觉得一个爱人，我希望你，如果你爱我，你跟我一起保护这个内心的小孩，让他一直回到我内心最中间的地方，而不是不管他让他跑了。最后我想说一个，可能我说深刻的话题大家有点现在接受不了哈，那我说一个我最近的开小差的经历吧，给大家。我前2天跟一个我特别好的朋友，在我这个年龄的朋友一起喝酒，结果他在我这个年龄陷入热恋。他热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几个人坐在酒桌上，他跟一个人热吻，然后就是那种热烈程度，就是2个人接吻发出那种类似于吃豆腐脑的声音，你知道吗？特别刺激我们这种中年人，就是尤其是我们有对象几年之后，几乎也不会那样热吻。所以我看着他们热吻的时候，我心生妒忌，说实话，我心生妒忌。然后喝了几杯之后，我就往家里走，我一路在想，哎呀，如果万一呢？万一我哪天万一单身了呢？我是不是还有可能找到这种热恋的感觉？我是不是有可能在十字路口跟一个女孩不顾一切的热吻？我一路在想，我有各种的画面，在想，哎，那会是什么呢？会是什么样的？这算开小差了吧？然后我就一路嫉妒，一路走到楼下的时候，那时候已经4点多了，我看到整个楼都黑了，只有我家的灯亮着。那个时候我心里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说原来你有你热吻的幸福，但是我有这么多年，我知道不管我多晚回家，都有一个人等着我的幸福，所以我不羡慕你，
我走的这一路，我那个精神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是开小差，但是我走到楼下回来的时候，我觉得那对于我叫做成长。所以我方想说的是，婚姻有很多不如意，容忍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一课。我们作为普通人，我知道林志玲比你漂亮，但是我还爱你。我知道你跟我一起追偶像剧的时候，管吴亦凡叫老公，但是我知道你心里也只爱我。这才是我们倡导的婚姻。谢谢你们。高的不得了。来，请回到人间，进入开杠模式。你们俩这个形象真的，就啊，他们俩像那个谁？像谁啊？他们俩像功夫里那一对儿，包租婆。没错，太像了。来，每人45秒，从颜如晶开始。吵架算不算不容忍？我问你一个问题，颜如晶，你们女方现在是不是希望男人没有任何的道德瑕疵？可以有瑕疵，可以有瑕疵，但是我现在讨论是，我忍不住就想吵架。你看小蔡是本能，我忍不住是不是也是本能？哎，我们倡导的事根本这就不是一件事儿，这就不叫事儿。哎，对，如果是不在意的话，根本没有到容忍这个高度，你是另外一个维度的。我们可以回来，你是在意的，但是要忍还是不忍？我觉得是一个事儿，就是我一定要认识到这不是事儿，你才能结婚，要不然你就不适合结婚。任何人都有道德瑕疵，要不然你追求的你想爱的人不就是一个孔子了吗？我不结婚不是因为我不认识爱，是还没有找到对象而已。所以我在问你，问回那个问题，是不是只有分手了才叫不容忍？前面吵得半死也不叫。最终的结果是容忍了呀。如果你吵完人家不改，你分手吗？你因为看一眼美女你就分手吗？最终结果是没有了，这个算了，是过了，不是因为容忍，是因为我们吵完了。算了就是容忍呀，算了就是容忍，婚姻中算了就是容忍了，你忍了呀，要不然你就走，走了叫不忍。啊，好。刚才看起来明明是一对儿，为什么气鼓鼓的两个人分道扬镳了？包租婆气势好弱，包租婆。现在到了2排助力的时候了，志忠。今天他们都一直在讲开小差是小事，啊，我们也觉得是小事啊。可是我们讲情侣其实为了这个吵一架也是小事，你们怎么就不接受这是小事呢？今天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是比如说你看对方在讲原谅，原谅是什么意思？我不认为原谅是把它当成一个小事就过去叫原谅。你肉里有一根刺，对不对？你拔掉了以后就没事，没拔掉的时候才叫忍。这个刺不会致命，可是卡着不舒服嘛，对不对？那怎么拔掉这个刺？他们讲的都是很极端的，叫做那他要不然就改，要不然就分手。没有，其实正如他们所说的，大家情感很坚固的，很多时候吵完一架，刺就拔掉了嘛。所以一件事情严重跟不严重的前提，都是因为你不能当作你没看见。他们一直在抱怨说你怎么老盯着我看？没有的，我们盯了是第一步，聊了是第2步，聊完了之后这没事，以后就不看。可是不能一开始就不看。对，之中有一个误解，他认为啊，只要是沟通就是不容忍。那下面我想问观众一个问题，到底沟通是容忍的结果，还是不容忍的结果呢？容忍是容忍的结果呀。如果我完全不能容忍他开一丝小差，那这个时候我脑袋上冲上来的是什么？是愤怒。而愤怒能使我们沟通吗？吵架是沟通的一种吗？不，吵架是宣泄情绪的一种啊，对不对？而容忍是什么？是让我把情绪先平复下来，先想清楚对方的难处，想清楚我可能的错处，想清楚在这段婚姻中我可有可无的对他的忽视，把我们的一切利弊都想清之后，
那个时候我容忍了之后，我忍下心头之痛，再跟你坐下来谈一谈。所以你问我方痛不痛苦？我方很痛苦，我方容忍这一方超痛苦的。午夜梦回，你想的是别的女人，你在我身边叫的是别人老公，我心里多少会有一点不舒服，是有这种不舒服的。我按下去，我忍下去，我容下去。我想起你的好，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10多年的时光。这个时候，我坐下来跟你说，志忠，我想跟你谈谈。为什么是你要跟我谈？这个时候，我跟你的谈一谈，到底是在容忍你呢，还是直接把我们沟通的门关上了？说得太好。最后，我只想说一句话，关于婚姻，我结过婚，也离过婚。如果有机会，我有勇气再结一次婚。可是我认为婚姻是什么？婚姻是2个道德、性格、外貌、行为都有瑕疵的人的结合。我们接受了彼此的凹凸不平，才能走在一起。在我们彼此磨合的过程中，有容忍，有痛苦，有放弃，有牺牲，最后我们形成了缘分。缘分，其实有忍才会有缘分。来，双方各有30秒的时间，先从正方开始，30秒结辩。年轻时我也曾经认为我的眼里容不下一粒沙，10年了，我发现婚姻其实就是撒哈拉，婚姻太难了，最难处在于你要把自己的理想主义的爱情下放到市井里，你要看到礼花一点点变成烟火。今天我方反复强调，我们容忍2字，重点在容，不在忍。婚姻对人最大的考验是你如何在无数的不尽人意里感知到幸福，而开小差是其中最无聊也最微不足道的一件。谢谢大家。南方，你们一直谈婚姻，就是欺负我没有结过婚，没关系。婚姻是什么？婚姻是我们最熟悉，伴侣是我们最靠近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需要容忍的东西太多了。我要容忍我的老板，容忍我的父母，容忍外面所有好多的事情。那唯一可以接受我，让我不容忍，让我发脾气的人是谁？我觉得是婚姻里面的伴侣。只有把自己当成外人，才要事都要容忍。我觉得爱情是什么都要介意，但是它还是爱情，还是最美好的。谢谢。他都把梁老师说哭了。然后刚才看贝拉，对我看到他一点都没有掉眼泪啊。好，没事，你先平复一下啊。真的刺了我的心，我都忍着眼泪，我也忍不住。所有的观众，红蓝键，请你们做最后的选择。希望能够有一场比赛留下来，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队伍好像还不错。3。我真的不想说我不在乎输赢，我觉得这句话太没有种了。2。再输了，我们可能就只剩3个人了。1。反方7票获胜。天哪，他终于赢！哭什么？我已经哭了，我已经哭了。傻子哭什么？终于好像有那么一次证明我们队伍比你们想象的要好。我每次只有输的时候我就会哭，但这次我竟然是因为赢了才哭，就是因为赢在我这一季来说太珍贵了。博格斯基可能没有意识到淘汰这个机制和竞争的这个模式对于这些选手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可以体会这种压力，过了这个难关，他肯定有很大的感慨吧。好多第一次来奇葩说现场的，不知道为什么如今会这么获胜以后会激动。
因为第一是他们一直在输，然后每输一次，他们当中就有一个人会被淘汰，然后他们经历了几次这种事情以后，可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第5季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可能心态没有转过来。昨天说了第2场，看到他们难过的时候，我第一次觉得，有点愧疚感，所以我才开始说好，那我们第2场开始，我们做一些我以前不会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帮你们猜一下对方会讲什么，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尝试，做这种事。我看，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跟队员们相处比较。多少有点羁绊在，可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对于人情这种东西都很淡漠，我其实不应该这么疏离的，之后会把自己的感情投入进去。贝拉，我刚才看到是如今做最后那30秒的时候，你突然眼泪就下来了，他说了什么？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扎到的。我觉得现在不管是男人、女人，他们拍拖都不敢全放投入的去拍拖，都是很小心翼翼的。我觉得当你去爱一个人，你就去尽情投入的去爱，你为啥要想太多？爱就爱一个人，你不要想太多。而且很多女生，特别是那些小三，就我很想帮一些女人啊，真的不要伤害有家庭的、有家庭、有孩子的人。徐教授，我们4个都在反方哦。你要1打4吗？我要回答吗？啊，对啊。安全吗？投入一个辩论就要全身心的，不要有杂念。别老刚刚才说完，你真是。来，投入你的立场。我的任务是用经济学的角度来做分析。首先，第一个角度，我们就从自私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经历了几场辩论，都是政治正确和实际上人们是怎么做的这2个不同的层面之间的对立。政治正确，我们可以设一个标准，但实际上每一个人是怎么做的，婚姻是怎么度过的，那是另外一个事实。我看完这个政治正确的结果以后，我会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是这么生活的话，那真是太累了。能不能放自己一马，也放别人一马？我自己的对婚姻的态度，我觉得是要你能不能跟一个人结婚，愿不愿意跟一个人结婚，不是看最高处，而是看最低处。不是说这个人状态最好的时候是怎么样子，于是我就要执着的，一点都不打折扣的要求他一直保持这样的高度。相反，我是会想，他将来会老的，他将来老了以后，我还觉得他可以接受，我还可以觉得他这是我觉得很舒服的，这是你走进婚姻殿堂的一个标准。曾经有过这样一对夫妇，他们结婚以后30年从来不吵架，非常恩爱。但有一天忽然丈夫不见了，去哪儿了呢？太太到处去找他，最后在地下室找到了。她丈夫在哭，她说：“亲爱的，你为什么要哭啊？”她说：“我忽然想起一些往事。”什么事？她说：“你记得吗？30年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我让你怀孕了。你爸爸很生气，他当时给我2个选择，一个是我要报警，你要去坐牢；第二，你把他娶了，好好过日子。”他说：“你记得我当时选择吗？”他记得啊，不是选了娶我，好好过日子吗？我们现在不是过得很恩爱吗？一点没吵架吗？他说：“是的。”那就跑啊，那你哭什么？他说：“我想起，如果我做了第一个选择，我
我去坐牢的话，今天我就该出狱了。真的要这么累吗？我们学经济学知道，没有绝对的刚需，没有垂直的需求曲线，那是因为人总是有替代的。这当中的替代是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喜欢跟爱。喜欢跟爱的区别在哪里？我喜欢你，我氪金打赏女主播，我是要得到一点东西。我爱是什么？爱是你快乐，我快乐。我氪金打赏女主播，是因为我得到满足。女主播跟我说：“你给我的钱我花光了，我怎么办？我会再给她一次吗？”不会，不会，因为我不爱她，我喜欢她而已，我只是换取一点东西而已。我儿子，我给他准备一份早餐，他说我打傻了，我会再给他，这是爱。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喜欢跟爱并存的话，那会怎么样？那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快乐是会增加的。他喜欢什么，他去喜欢吧。我得到的是爱。汉勇哥，你是反方立场是吧？我跑反方是真的，因为坐在梁洛施旁边，不想被他指着鼻子说你这个坏男人。就我要是没有这点骨气的话，也没办法一直跟美女好好相处。就是讨女生欢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可是我听着听着，我也想到了一些很有感触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文化过度推崇容忍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是我们的懒惰。我看到好多文人的房间里挂着难得糊涂这4个字，然后我看到网络上好多人说认真就输了这5个字。我看到好多婆婆劝他们的媳妇说进了婚姻就睁一眼闭一眼吧。我全部都不喜欢这些态度。还有某些小朋友说人间不值得。我刚好就在今天上场前跟李诞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曾经尊重过的创作者，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不再创作，因为他们不再跟他们的人生闹别扭。我觉得好可惜。就是每一个人最后都变豁达了。我们的文化那么推崇容忍、宽容、包容、智慧，最后每一个人都活成了一个大佛。然后该画画的不画画，该做音乐的不做音乐，该写小说的不写小说，全部都变成了盘腿坐在那边变神仙。我觉得我们对容忍的过度推崇，使得我们对好多事情变冷淡。什么叫做容忍？就是装没事，让它过去。你知道那个代价是什么？你装一次没有事，它会过去，然后第2次你就更提不起劲儿来，要找茬，你就会想说：我上一次不都忍过去了吗？这次有比上次严重吗？没有啊，那这次干嘛不就再让它过去呢？你让一件事情过去3次，你就再也没有兴趣去追究它了。夫妻为什么变冷淡？因为互相不想再追究了，就觉得活着无非如此而已，人间不值得。所以，我们这么推崇容忍干什么？是要每个人都出家，最后变唐僧吗？就你有什么忍不住的，就不要忍。那个显露是我们对生命的热情，不只是婚姻如此。我跟大家讲，我们活着都得这样子。你不跟自己闹别扭，你最后什么东西都不在意，你就觉得我人生没有完成的事情，就推给孩子吧。我没有考到我喜欢的学校，孩子考到就好。我没有去到我喜欢的地方旅行，孩子能去就好。你什么都推给他们，他们再推给他的孩子，哪一天这个愿望能够实现？为什么要一直容忍这些我们不该容忍的事情，而让它变成了一个最后我们冷淡地看待我们的生命？所以从这一题开始，到整个对待容忍的态度，我都会建议大家，容忍不是最高境界，容忍会导致我们不在意，而不在意最后会使我们失去活着的滋味。谢谢。
你是反方立场哎？对啊，我也很奇怪，我为什么是反方立场？我就是接着那个如今的那个话说吧。如今刚说了一句什么，婚姻之中是小事不要忍，大事要忍啊。我可能比他更悲观一点吧。我觉得婚姻之中是小事要忍，大事不得不忍。他不是你要忍，你怎么这么自信？就是他妈就是不喜欢你，你还要忍，就是不是你要的，就是你就得忍着，啊，很惨的。这种喜欢不喜欢还再说的惨一点，生病对不对？婚姻之中你们两口子，他就得了绝症，你就得忍啊，这不是你要不要忍就得忍着。更奇怪的是，你离婚都要让你冷静几个月，这个事儿你也得忍着，你还就是他不得不忍，他不是说你要不要的事情，你就感觉你婚姻跟你没什么关系了，你完全失去了对人生的掌控感，非常无力，就是在这个婚姻之中你没有主动权了，好像事情都是你不得不忍的，突然出现了一个开小差的事情，一对夫妻很欣喜，如获至宝。哎呀，终于可以，好像我可以改变一些什么了，好像我对这个婚姻又有主动权了。两个人就着这个小事吵一吵，你们这个婚姻还显得有活力吗？人生就是制造小麻烦，躲避真正的大麻烦嘛，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已经基本上把立场加上对方、加上双方、加上二排，基本都说完了。但是今天整场辩论里面，我最触动的一点是菲菲起来，她说为什么？她说最近世界好像很奇怪，她说大家都爱用简单的评判是非去表达自己的办法。我被她那句话给扎到了。我回头看过我们这道题目，叫做“伴侣在婚姻中开小差，要不要容忍他？”你知道，关于“开小差”这3个字，我们纠结了很久。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更黑或者更白的词儿去开一道辩论，也许会让双方打得更加激烈。但为什么留下了一个开小差这么一个模糊地带？这个世界上往往是灰色地带，才有机会让你去看到黑的和白的两边各自的立场。今天我们在网络媒体上特别容易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做一个简单的道德评判。最近好多企业出事儿了，好多企业家出事儿了，好多艺人出事儿了。天底下有那么多事儿，每星期2条的速度在往前更新，而你会发现，大家在一个简单的道德评判里面，可能宣泄了自己的某种需求。就是跑到这个微博下面骂一顿，或者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去表达一下立场，然后都把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推到了另外一个决绝的立场当中去。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容易，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是成本最低的方式，因为我不用负什么责任。那什么是成本高的方式？什么是劳神费力的方式？是多看一看，多了解一些情况，多想想，和做出一个更加全面一点的评论。不要去做那些最简单的道德评判，只是因为那容易。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愿意把所有的题目都放在一个灰色的空间里面，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讨论一点吧。今天反方弃票胜利，就正方未尝败绩的别克军乐队，今天有1个人将离开现场。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投票，请现场所有的观众支持未来星的，请用红键表示支持他。3，未来星好像得要把他的语言节奏整理成辩论的节奏。2、1。12票，支持傅首尔的，请用红键来表达。3、2、1。你刚才发出那种感叹，有一种我妈很棒的意思，你知道吗？好，支持臧鸿飞的，来，请按键。
5，我爹的，刚才我爹。 3、2、1。下面要说未来星啊，其实从海选一路走过来，然后，本节目的超级赞助有：你爱行不行？我一路躺赢的别克君越，黑金 HLV Jeans 一个很小红的新潮牌，搞定你最多3分钟的皇室战争，以及一勺干掉1碗饭的海天招牌拌饭酱。本节目的行业赞助是去屑大魔王康王。下面要说未来星啊，其实从海选一路走过来，然后，走不了，哎，什么意思啊？我们复活未来星。哎，你们什么时候有过一个复活卡这种东西啊？上一轮的时候。真的吗？对。可以抢人，你们抢了得把复活卡交给人家。我们要陈明。马薇薇，你们可以从已经淘汰的人里面直接复活。不复活。太没意思了。所以我们就是全员晋级。我们宣布复活卡无效。哎，你们这样。你们会不会这时候觉得特别委屈？不会，不会吗？不会。我怎么觉得这么委屈呢？就是终于有一个机会从你们队干掉一个人，还被你们给复活了。那好，那就祝贺未来星啊！这样别克君乐队依然是满编制进入到下一环节的比赛。我们谢谢本节目的4位超级赞助商，他们是你爱行不行？我一路躺赢的别克君越。黑金 HLA Jeans 一个很小红的新潮牌，搞定你最多3分钟的皇室战争，一勺干掉1碗饭的海天招牌拌饭酱。好，谢谢赞助商，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奇葩说下周再见。哎，这车怎么响啊？一直。这怎么响了？哎，我们回北京年会，快，走。快！他们俩真的很像2个流氓。谢谢。这是我给你做的礼物，因为你属龙。好贴心啊！还有新人的礼物，这是我给你做的道具。菲菲躺赢，菲菲真的不是躺赢，这是你这辈子最努力的时候了吧？祝你生日快乐！大家都没有唱在一个调上，对一个音乐人。所有的观众，其实，在每周日在爱奇艺 VIP 可以看《奇葩 ICU》这个节目，或者在东西门来了解我们整个奇葩说台前幕后的情况。上新浪微博搜索奇葩说，为你喜欢的论点短视频投票，为他赢取微博奇葩人气王。上新浪微博参与奇葩说第5季辩题讨论，与老奇葩逼逼起来。上新浪微博参与你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活动，投出你的一票将有可能获得奇葩惊喜大奖。智能电视用当被市场，下载奇异果 TV 软件，大屏同步观看奇葩说。更多导师和新老奇葩的独家幕后花絮，关注微信公众号东七门，回复奇葩说一键送上。感谢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感谢澎湃新闻、网易新闻、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ucker 的大力支持。上百度关注奇葩说官方群账号，来百度 APP 搜奇葩说，教你如何做杠精。来兴趣部落和8000万95后一起讨论奇葩说。那思恒，再见。谢谢花溪，再见。我觉得其实是我有点到体力的极限了，我就不是努力。我鼓励你，你还骂我是猪，我觉得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从传播学角度解释所有的谣言是怎么样产生的机制，他一个人完美的演示了全部。按照这种思路，哪一句话不能被解释成不是好话呀？想请问？好。
我不像秋晨那么会上价值，我不想用我的无能掩饰他们的光彩。他那个压力，他不是辩论的压力了，他整个是那种输赢气场的压力。我站到了最后一刻，绝不罢休。支持正方按红键，反方按蓝键，请投票。哎呦，什么？我。想看见没播的选手自己怼自己吗？每周5、周6，奇葩说上蹿下跳等你，奇葩自成一派，投屏无需等待。看奇葩说5就用投屏神器爱奇艺电视果，上奇秀直播，打破距离，和更多会说话的人真情实感的 BB。下载爱奇艺纳豆 APP， 不怕你太奇葩，就等你敢说话。加入奇葩说泡泡圈，参与讨论。爱奇艺泡泡社区，泡剧泡圈泡爱豆，好好学习，多多益善。善于学习的宝贝们都在用扇贝，善始善终才能事半功倍哦。光看不过瘾，一起来石墨文档在线辩论吧。看奇葩说上京东到家，领1020宰狗节大额红包，万天好物，1小时抢先到家。感谢新浪微博、新浪新闻、新浪娱乐、搜狐娱乐、人民网娱乐、环球网娱乐、网易新闻、电影新闻、绝对娱乐、澎湃新闻、一点资讯、中国日报官方微信、中国青年网、天龙网、360娱乐、蛋蛋娱乐、知乎、酷酷问答、红豆麦、QQ 信息部落。感谢本次手机合作官超级星饭团、一视频 APP、精彩扮演内容品牌 MyBaby APP、花沙艺 APP、搜狗搜索 APP、看背单词 APP、掰车等兵器 APP、国美 APP、大街网 APP、多彩手账 APP、前程无忧5要教、拜过了学妹、应届征求时 APP、踢了红豆麦 APP、预约 APP、Watch APP、一直播 APP、韩丝 APP、菠萝 APP、环看娱乐 APP、影视头条 APP、粉丝网、气头条 APP、Facebook 办娱乐 APP、瑞丽 APP、月头条 APP、看看娱乐 APP、荔枝鱼 APP、集考 APP、我版生 APP、金家 APP、微 dance APP、极客 APP、模板娱乐 APP、加个杰的全赏 APP、茄灯照 APP、蜗牛睡眠 APP、畅腾妙妆 APP、看了网视频 APP、剧作娱乐 APP、小白娱乐 APP、捕梦 APP、鱼丸 APP、一点连接 APP、美社 APP、隐秘资讯 APP、凤仙 APP、新小班 APP、渔火娱乐 APP、眼课 APP、影视油条 APP、鸡毛娱乐 APP 的大力支持。打开爱奇艺，搜索《奇葩说》第5季，观看更多独家精彩视频。爱奇艺悦享品质。